硕大，就比想象中的要大，而且它绝对9000，而且它的重量是不是很重啊？这个也正是它磨印的这么一个特点。其实这个磨印的话，大家主要看哪儿？看它外面这个牡丹花卉，还有上面这个吉祥云纹啊。这怎么看呢？因为比如像耀州窑啊，还有这种无印的这种豆青啊，它这个越往前，它的这个印出来的这个花儿，就是它这个纹饰啊是越清晰。咱们越往后呢，它这个纹饰就渐渐模糊。所以说，咱们看这只碗，包括咱们摄影老师的这个照片拍的非常清晰。哎，真的是。它的纹路都是很清晰，包括叶脉，包括云彩里面的这些吉祥的这些钩，都是非常清晰的，就可以大致断定这个模具就是它首批的，就是它就是第一批印出来的这个碗。纹饰是非常清晰，而且摸起来的话也是见棱见角。然后它外面呢是模具的，它里面的话这种属于划花。划花的话可能会用金属器去划，然后可能会用竹子去划。一般北方的话都用金属，南方的话都用竹子，因为他们那边就产竹子嘛。对。然后下面是大清乾隆年制。是的，是大清乾隆，而且不得不说又是全镁品，无磕无碰，一件全镁品，相当精彩。还是牡丹，内外牡丹嘛，内外牡丹都是牡丹纹，繁荣、富贵。对，寓意也很好。现在是当前价出到9000，还有吗，朋友？还有没有？很好啊，9500，微拍堂的朋友给到了9500，清代的豆青磨印缠枝花卉纹大碗，目前的价格是9500。然后我们这个也是有款的大清乾隆年制，9500还没有人再加一口的，马上进入到倒计时环节了。这么大的碗啊，这么大的器型，这个最低也得3万到5万了。是啊，这个再怎么也上个万呀，各位朋友。对，而且这种豆青色的话，说真的，就是它在就这怎么说，就饮食里面它是非常讨喜的这么一个颜色。你像白碗、什么黑碗、黄碗这些东西，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视觉上都会有一种4个字可以清新的感觉啊。就首先把你的这些情绪都调整好，然后你再去吃里面，比如要是一个怎么说呢，红配绿，西红柿打卤面，对吧？哎呀，这一大碗。对。说的都有点饿了，确实是啊。对，这碗的话确实比咱们想象的要大，但是它因为是模具嘛，模具来印它的1万，它的这个胎体啊就别太瓷实，因为太瓷实它就压不出来，所以说它的话其实没有想象那么沉的。小程序的朋友现在给到了1万。豆青磨印缠枝花卉纹大碗，清代的啊，有款大清乾隆年制。现在我们当前价是1万，还有没有朋友？还有没有朋友？我觉得1万真的是少了。这1万拍到少了，今天就是这还有吗？漏中之漏啊！这来，倒计时5秒了啊，快速考虑，快速应价。5、4、3、2、1，好的，1万，恭喜您！这太恭喜了，太恭喜！巨漏，巨漏啊！1万结。小程序的，怎么回事儿？是2个平台同时有人出了1万吗？我他妈这边都脱了。晚上可以啊。等会儿把这篇弄完。一会儿付签名的时候您就可以。可以。来，我们这个再确认一下上一个啊，上一个这个豆青磨印缠枝花卉纹大碗，刚刚是出到了1万，现在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再加的？刚刚应该是有2个平台的朋友们都出了这个1万，应该是都看上了。这个是一个巨漏，1万，再确认一下，还有没有要加价的？没有，没有是吗？哦，是微拍堂，那就刚刚是微拍堂已经交易达成了是吗？好的，那就恭喜微拍堂的这位朋友。所以咱们这个真的是快速考虑，快速应价，争分夺秒啊！下一个。清光绪年间的胭脂红彩团凤纹碗，13.2厘米啊，老师对，老师该切了，该切了。大清光绪年制，可能是上一件拍品是有争议吗？1万1，什么意思？是哪一件拍品？孙总，正常进行是吗？对的。这个页面上面现在是弹出来了1万1成交，这个就是各位朋友啊，如果心动了的话，咱们就行动，咱们千万不要就是过于纠结。不然可能这件拍品、这件宝贝，就花落他人之手了。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件吧。对，这件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清光绪，13.2厘米的清光绪年制，胭脂红彩团凤纹。对，就这只碗其实它更特别啊，因为这种团凤纹制一般都是用那个霁红画，用这种胭脂红釉画非常的少啊，非常的少。而这碗对这个稀有品，这个碗其实从这个碗型上它有点鸡心碗的感觉啊，鸡心碗是那会儿成化的首创，这个碗。清光绪这个碗它拉坯拉得非常好，就是它这怎么不能说是拉坯拉得好，这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就是它的这种它的重量比例，它碗底下是比较厚，然后往上越来越薄，其实这也正是鸡心碗的一个特点。然后那个陈菲尔，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能感觉到的，能感觉啊，是的，还有一个它是循序渐进，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对，这边是厚的，但是越到上面其实它是越薄的。对，其实它这就很压手，如果你把就是说咱们自己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嘛，对吧？你这么拿的时候它会非常的稳，它会比刚才的一些碗要更稳一些。然后呢，团凤纹，这团凤纹的话，其实我第一次见团凤纹还是在上学的时候。哦，是吗？就是团凤纹它这个
是什么？15000。有一部电影叫这个《唐伯虎点秋香》，你看过吗？我当然看过了。周星驰啊，周星驰。然后他在那个画府的时候，就是遭到了误会，然后把东西打乱了一地，然后他有一段敲击一段 rap，对。然后他敲的那个小杯子就是这团凤。就是团凤。对。所以说当时我看到这个之后，我觉得这个纹饰应该不能进这个寻常百姓家，也是在这种贵族里面才能去使用。而且当时咱们在感觉就是画府里面它是女眷比较多，所以说这种凤纹的话，它是针对于这种女士来用的啊。所以说龙好像是男士居多，对，就是女性好像就是拿凤凰比喻的比较多。对。但是如果女性能用龙的话，那就了不得了。武则天。对，就这么一位啊，就这一位，是的，非常准确。好的，现在当前出到了15000，还有没有喜欢我们这件拍品的？对，大家一定有一个这个碗的重点啊，就是它是胭脂红釉的团凤纹啊，胭脂红釉的团凤纹。如果它是霁红的那些团凤纹，可以说有些平常啊。连拍朋友16000，但是它是胭脂红，这个是很稀有的。17000小程序的朋友17000，也是比较能彰显个人的一个身份和地位的。对，画的是大清光绪年制，对，又是3.2厘米啊，又是光绪啊，又是咱们这个潜力股的这个朝代。18000，好的，连拍的朋友18000，还有吗？来，我们可以继续大口的再出价。有没有再出一大口的？现在目前18000。来，18000倒计时了，5、4、3、19000。小程序的朋友出到了19000，再加一口可以再加个2万啊！现在目前是19000。清光绪的胭脂红彩团凤纹碗，目前是给到了19000的出价，倒计时5秒，5、4、3、2、1。好，恭喜，谢谢。又是一个大漏，对，这确实是个大漏。下一个，清康熙年间的青花人物故事纹3足笔筒，17.9厘米啊。这个笔筒也是咱们今天的一件重器啊，重器。18学士图，18学士图是咱们在怎么说呢？咱们这个文化历史上很重要的这么一幅画，它起初于唐代啊。这上面的所有人物都是唐代的这种开国的这种元勋，还有这种学者。是的。画面呢非常的风雅啊。然后呢，这些人的话，其实他们都是身居高位，位列三公，但是他们的姿态呢都是悠然自得，就是心不怀国事啊，就这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就这种高士的感觉啊。其实心里面还是想着国家这些事儿啊，只不过表面上没有去显示出来。然后里面几件雅事儿，抚琴、对弈、燃香。都是雅事儿，太雅了。对，而且这都是生长在南方的故事。是的，从他们的穿着看，就能看出来是有身份的人啊。对，而且这种装束，你感觉就是像这种，就是他戴的这帽子啊，这种装束就是那种唐代那种典型的这种宽衣大带的这种装束。是的。而且这种的话，其实这种画啊，它算是一种尺画。然后它的话，其实难就难在它这种几何形状的表现。因为咱们在古代的话，画这种衣襟呀、这种衣衫、这种飘逸的感觉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画这种比如剑棱剑角这种几何图形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就是比这种软的，它表现能力可能要差一些。但是在这上面呢，咱们看这些桌子啊，这些硬木的这些家具，包括这些棋盘，它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一点，康熙，这康熙的瓷器啊，还是那些咱们这些经典语录啊，启明亮药，然后群毛兰啊，村忍等等这些。而且人物的话，一般咱们这个它有五官啊，它是五笔开脸儿，五官的表现是非常潇洒的。是的。而且其实咱们这种山水画，我觉得咱们在唐宋的时候啊，一是字，二是画，在唐宋的这种书法上，在软片的表现上都已经画绝了。就已经画的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就是展子春的《游春图》，你包括王羲之、王敬之他们的书法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但是为什么到瓷器上，它就是有点微微的这么迟到啊？因为其实就是在青花的这个颜色的调整上，包括笔触到这个瓷器，不管是右上去画还是右下去画的时候的这种比例，它是需要一个修炼。因为我们之前在学陶瓷的时候，我们都在瓷器上去画过。你在右上画跟右下画，尤其是右下画，它吃笔吃得非常严重。你这一笔，比如咱写一个永字，这一点一横一竖，在纸上其实怎么都能表现得很好。但是如果在这生态上画的话，它可能它就半根了。你这一笔就很难，非常艰难的才能把它捋行下来。是的，所以说很吃功夫啊。是的，现在有没有喜欢的藏友们开始出价？有吗？18000、38000小程序的朋友38000，对我们那个起拍就38000，现在已经有人出了第一口价了。38000还有没有继续的？像这种笔筒，一般真的表现的话，它真的要20万到30万。这个咱们可以在这个拍卖上可以去，因为我也查了一下，基本是20万到30万。39000，好，连拍的朋友再给到3万。对，然后这件瓷器的话，咱们一定要看一下。然后咱们摄影老师要给一个特写了，就是它这块有一个窑裂啊。它这不是后期的，这是从窑里烧出来，娘胎里带的。39000，窑裂。4万，小程序的朋友给到4万，还有吗？来，各位藏友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窑裂，其实每次看到窑裂，我会想起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苦瓜虽然苦，但是你吃完它有回甘。太清热啊，去火是吧？对，它有回甘啊。是的，来，我们现在目前是4万，还有没有？小程序的朋友出到了4万，还有没有？快速考虑，快速应价4万。青花人物故事纹3足笔筒4万，倒计时5秒，5、4、3、2、1，好，4万，恭喜。
4万1。好，我们是网络有延迟，所以也算。对，微拍堂的4万1。对，然后这件笔筒大家我觉得咱们可以等等各位老师啊。各位老师在纠结什么呢？可以把您纠结的这个问题给打到公屏上。对，咱们可以对他有点特殊对待，稍微多等各位老师那么1、2分钟啊。4万1还有没有？来，微拍堂的朋友还有吗？而且人物细节啊，上面这些人物啊，比如有咱们这个房玄龄啊，有房玄龄，有杜如晦，这都是当时唐玄宗开国时候的左膀右臂啊。这些名人都在这上面，包括于世南，这都是对，这都是这个书法大家呀。这个饱学鸿儒，这话对于他们来说太早了，那会儿《红楼梦》还没出呢，对吧？但是从咱们现在来夸，再怎么夸，现代人的这种文学修养等等这些，在古人面前可以说什么都不是啊。是的，就这个话说的可能会有些舆论啊，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它的收藏价值、艺术价值、文学价值、观赏价值都非常的高。对。好，现在当前出到了4万1，还有吗？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拍品，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快速考虑、快速议价。现在咱连1半还没到。对，4万1倒计15秒了，各位朋友们，稍等一下啊。网络是有延迟的还是网络？好，来，大家可以再欣赏欣赏我们这件拍品。然后这个笔筒上都是雅事儿啊，咱们可以想想古代都有什么雅。是的。其实古代我感觉有9雅，你之前看过一本书叫《焦霜酒录》啊，琴棋书画、笔墨纸砚香这9样。这里面的话涉及了5、6样，也真的是这已经一半了，一半多了，一半了，对，能涉及3样就不错了。这里面得有更何况我们这个有5样。对。哎，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这些艺术品拍品，看着，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心境也会产生一些变化，包括心情？对，其实你突然就开悟了。对，陈明你说的非常对啊。其实他这种画工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说现代的人画不出这种感觉？因为古代人不刷抖音嘛，对吧？然后他也没有那些朝九晚五的工作，一辈子都是精于一件事儿，而且就是他画片整体的话，很多开脸，咱们可以感觉他都有一种《聊斋》的感觉。啊，就那种怎么说呢，脱离凡尘，也不能脱离凡尘吧，就是远离喧嚣啊，就是非常的幽静，非常的脱俗。能不能说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理想中的生活呢？还是当时他们就是过这种生活？理想中，其实这个也有桃花源的这么一个感觉，有点，也是都是想去逃离嘛，都是围城，是的啊，城里人想出去，城外人想进来。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在想，哎，如果我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就是也想进入画中，多好呀，体会，天天起来是吧？而且这个画的话，我之前一直说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些都是普片的画，康熙的翠毛兰其实还是咱们这个收藏爱好者有一什么感觉？我第一次看见翠毛兰，比如就像我第一次看见葵凤，我感觉它像海参啊。我第一次看见翠毛兰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可以解渴。就是它很凉快，就是我第一次你见着之后就感觉很凉。对，因为我第一次看翠毛兰也是去博物馆，然后呢也是小时候啊，然后我左手拿瓶雪碧，我喝了一口雪碧，看见翠毛兰，哇塞，那确实很凉。我说这就是古代雪碧的感觉，就是它的这种就很通透啊，很通透。是的，啊，有朋友说康熙青花，是我们这个是清康熙年间的青花人物故事文3组笔筒，就是康熙青花，典型的康熙青花。怎么样？我们网络问题处理的可以了是吧？还稍等，来大家再欣赏一下，看看这首谈笑有鸿儒，宝莱坞白丁的。其实现在这个这个网络延时还是来的很是时候。那看来就是网络觉得这是一非常值得好好欣赏的非常值得好好欣赏，对，因为它内容故意给大家机会啊。对，你想内容的话，18学士嘛，这么多的人物，真的要慢慢的看了。对，还有这个笔筒，就是好像比我认知中的要大很多。对，这里放了很多笔，对，而且笔筒的话，它是在明晚期啊。就明末清初的时候才出现这种器型，比如说有些人说这笔筒是宋代的，那绝对是个瞎货，它绝对是个假。它是明末清初造笔筒，其实笔筒的话，它是怎么说呢？它不是很科学，因为毛笔的话它不能倒着放，是的，它容易脱胶。是的，比如这也是温情提示啊，大家把毛笔晾干，再把它放进去啊。是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在绘制的时候，这个是由好几个人完成的，还是就是由一个人完成的？青花绘制这个，明白吗？青花绘制的话是这样，比如像人物这种啊，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绘制的，但是他写字肯定要另一个人。就是写字跟画画是2个人，但是像这种通篇绘制啊，它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来完成。而且它的话就是画山水，就是画山水；画竹石就是画竹石的；画这种人物加这种风景的，就是画人物风景的。它都是分门别类、分科的。它而且分得很细，你说拉胚的是一个人，吹釉的是一个人，修胚的是一个人，调色的是一个人。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啊！术业有专攻。那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是他这一辈子就拉胚。行了，好嘞，好的，说得对。是的，更精了。好，当前出价4万1，我们刚刚也就针对这件拍品啊。现在是4万1的微拍堂的朋友出到了4万1，刚刚我和石老师就针对这件拍品做了一个非常详细到位的一个赏析啊，非常讲解。是的，好，现在有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出价？没有的话倒计时了，4万1。啊，包括有的朋友微拍堂这边有的朋友说网络不好，如果您现在网络不好的话，建议您来换一个位置来看一下。好，4万1倒计时5秒，5、4、3、2、1，好，4万1，恭喜您。小程序的朋友问什么价位？我们这个价位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会实时显示的。好，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画面，包括像主持人也会实时给大家报价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清道光年间的一个窦清釉古式罐，它是高17厘米啊，我们这里是有款的，大清道光年制。对，大清道光年制的这个古式罐，这个
18500，小程序现在已经出到了18500。咱们已经有藏有出价了，这个款式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非常经典的款式。然后豆青釉本身就很经典，然后两边有2只瑞兽。是的。瑞兽衔环豆青罐，其实它在当时啊，它也并不是一个容器啊，它也算是一件赏器。对，然后它也算是刚才咱们讲的8音之一嘛，8音之一的，它是金石，这个叫金石土革，它算革，因为骨的话，它上面是有张皮，这皮的话就是革啊，所以说它是8音之一。然后有的时候咱说8音盒，为什么叫8音盒？你像古代咱讲到这古就有音乐是吧？古代有5音叫宫商角徵羽，没错啊，这5音不能叫5音盒，哆来咪发嗦那是西方的，是的。所以说这件瓷器呢，第一呢，它是一件瓷器，第二的话，它是一件乐器啊，真的吗？不是，就是说它的形制是一件乐器啊，然后确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件藏品啊。这个是油款，这应该是龙生九子的那个叫19000。你稍等，这我一会儿得查一下。它这个兽应该是好闭口，所以说它总是这种衔环。咱们在这种门饰上面会有这个，就一般在门上面不会有这个敲门的这个。对，它会有这个纹饰。很有意思啊。而且它做的非常细，旁边的这个骨钉啊，这骨钉的话，它就是一个骨。对，那这个就是您也说了，比如说2万，比如说在清道光年间，很多人就把它来观赏用，是吧？对。很有意思啊！你像之前我们看到的有一些什么青花人物故事文的一些笔筒也好啊，什么也好，它会有很多就是故事性、趣味性的一些东西。对。但是我们这个好像很简单，但是它也是一件赏器。对，越简单越经典。好，现在我们当前是2万，还有吗？2万，21000连拍的朋友现在给到了21000。对，这瑞兽应该叫闭案就是好闭口，应该龙，它是龙的第8个孩子。因为龙有很多，比如有独角兽，那个叫谢豸，因为咱法院门口都是那个谢豸。啊，是吗？它是一只脚啊，它就象征着正义嘛啊。然后它这几个孩子就是分配工作的时候分配的都非常到位啊。那我们这个孩子负责干嘛呢？他就负责去看门。对，因为你在看门的时候不能跟别人说太多嘛，就是他喜欢闭口，他就咬着这个环，是好闭。22000，好，小程序的朋友22000还有吗？22000，来，朋友们有喜欢的，我们要再赶紧大口的加一下了。这个真的是不值22000，我们再继续，还有没有人再出价？有没有？对，而且这器型的不常见啊，各位老师不常见，底下是大清道光，大清道光年制6字篆书法。是的。外方内圆啊，这是典型的这个道光款，而且全梅品，还是一个全梅品。对，也蛮难得的。而且它这个有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叫摇撼算是。然后它这个有点反这个铁锈斑了，这个反的还特别正啊，所以虽然是瑕疵啊，但是它这个反的非常正。是的，非常正，大家看到。就像那翡翠里的俏色一样。有点画龙点睛，给它点了个睛。对。好，现在我们当前是22000，还有没有？马上进入到倒计时环节了，各位朋友们，22000，来22000，5、4、3、2、1，好，22000，恭喜您，又是捡了一个大漏。接下来我们看来自民国的王布款青花飞明石塑小筒瓶，19厘米，这个也是有款的。王布在民国那就是非常厉害，就是青花这个绘工是第一，绝对的第一。然后包括现在去景德镇28000，现在去景德镇，如果是夸这个人画得好，就说你都快赶上王布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赞誉。对，而且王布这个民间流传，他有很多绝技啊。绝技的话，如果大家看过《大宅门》的电视剧，就是配最后几味药，我得把门锁起来，然后再配。其实王布也是白天画完之后晚上再去添笔。其实他的这种就是很有这个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他的这种画工。其实都说这个清代的青花画工好，但是民国的话，他王布老先生真的是把这个画又展现的淋漓尽致，他就跟咱们唐宋的这个山水的这种细节又进了一步。都说墨分5色，它这里面的墨能分多少色？这个各位藏家可以自己看，而且各位藏家肯定很清楚。比如这个瓶子，咱就说，我们讲就上面的这个球松啊，这个球松包括这2只鸟，其实他们这个文人在画松树的时候，他是有特殊的感情的，因为咱们知道有这个松烟墨，然后有这个灯草心的墨啊，这都是胡开文这个很有名的墨厂去做这个墨。球松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松树叫球松，而是它的这种拐弯的这种地方，这种很拧巴的地方，这种地方含油比较多，然后烧的时候它会有那些油烟，更容易去做墨。所以说29000，所以说他们在画的时候对松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啊，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而这个鸟的话也是，你看这2只鸟也很有意思啊，对，它的正在低头，它的羽毛都很蓬松的啊。这个的话，在咱们清代不管早期晚期的话，很难能看见这么细的这种笔触。是的，2只鸟是站在松树上面，对，是吧？然后我们这个也是有款的啊，王布款。愿贤无过之斋，无过之斋，这也是这个王布老先生典型的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款啊。是三只鸟，他这鸟，对我刚刚还想说，这边还有一只鸟，刚好和那只低头的，他俩呼应上了，他俩对视上了，他们在沟通。对，还是很生动的。包括我觉得这个松树画的也是非常有细节，很有细节。而且它这松树的话，真的是这种真是遒劲有力啊！咱们用4个字来形容，遒劲有力，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虽然上面没有这种松针成团，但是这几只鸟真的站在上面已经是点缀的非常到位。对，还有一点就是它留白。留白是的，大面积留白，这个也是大面积留白。刚刚沈老师也讲了，其实留白也是一件蛮难的。对，它的话确实很难，是顶天立地的画法。这个一只松竹就一只这个松枝，通绘，然后有几只鸟这么点缀，这也是王布他的这种这个植物跟鸟的这种绘画这种比例，也是他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布局。是的，现在我们当前是29000是吗？
哎，刚是出到了三万了，已经小程序的朋友已经出到了3万了。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出自王布先生之手的一件拍品，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也很雅致。对，然后王布先生其实他还有很多这个别的亮点，这是咱们一些这个延伸啊，就是版画，就是版画的话，上面的这种山水动物也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咱们把它浓缩到这个瓶子上面，也是这种通绘留白的这种感觉更不一样。对的，因为一有这种器型加上这种绘画，这个东西它就活了。要我会插枝梅花，我觉得梅花特别应景，不知道为什么，对，脑子里面突然之间就闪现了。现在3万，我们进入5秒倒计时了，各位朋友们，来3万，5、4、3、2、1，好，3万，恭喜您。我们看下一件清光绪年间的青花八卦仙鹤纹碗，有这个是仙鹤，这个也是有款的呀。对，大清光绪年制又是咱们前5啊，大清光绪啊，咱们这个13.6厘米。对，说到八卦就得聊聊八卦。这个碗的话，比如咱们这个拍照老师拍的是很准的。第一卦是乾卦，乾坤的乾，这个就是3到2都是满的乾卦啊。然后它八卦都分别是这个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啊，这八卦。这个祥鹤纹啊，然后升腾云纹，这是道家里面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升腾云，它就是这种 T 字形，是的，往上升云啊，就像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那个火箭的感觉。然后底下是海水象牙，海水象牙里面是这个海水象牙寓意长寿，因为这个一般修道的话都得炼丹嘛，炼了丹就吃完了，我就想活的时间长一点。对对对，然后四海升平啊，中间是这个吉祥花卉啊，这个碗也是算是满工满画啊，这个内容的话都是非常详实，非常详实。最关键一点还是重点强调全美品，全美品。来，我们当前的这件拍品起拍价是3万5，现在有没有朋友来出第一口价？有没有喜欢我们这件拍品的？这件拍品，咱们各位藏友一定要重视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小程序的朋友已经出到了3万5，青花八卦仙鹤纹碗。哎，一听这名字我们就觉得一般。对这个碗的话，咱们往这个悬了点，往悬说，它是这是完全可以辟邪的啊。这个是吗？3万6、3万7，微拍堂3万7，小程序3万8，3万8，所以放在家里也非常的好。3万9，3万9。真的，各位朋友们，我觉得拍下来自留放在家镇宅。因为这八卦的话，就像这乾坤坎离，它也相对的是这个天地山泽嘛，雷风水火呀啊。它这八卦是把这个世间的这个万物都给融合进去了。是的。但是我本人不是研究这个八卦的，但是这种文化的话，咱们都能涉及到，都能涉及到。对的。还有没有再加一口3万9加到4万的朋友们？有吗？目前3万9，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拍品，所以现在我们考虑的时间不多了，快速考虑，快速应价。3万9，倒计时5秒了，朋友们。是不管是从器型啊，这个青花的颜色，还有它的这个手头的重量啊，这件我4万，小程序的4万。本场第一次说大开门这句话，这太开门了，太开门了。好，现在4万还有吗？来，4万倒计时5秒了，5、4万1。好，连拍的朋友4万1还有吗？我们可以加一大口啊，4万1、4万2，小程序的朋友4万2。这件真的是买回去自留，我觉得自留会更好的。而且这个版型是我很喜欢的，它非常漂亮，是的。版型，而且它底足的话，大家可以看。4万3，连拍的朋友4万3，如果家里有老人过大寿，把这个送给他也挺好的。没问题。这女孩就是不一样，就是想的比较周全。我很少能想到这些，而且它这个底足的话是往里微微收啊，这也是咱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的。好，当前是4万3，还有吗？各位朋友们，来抓紧时间，还可以加一口啊。4万3，倒计时5秒了，5、4、3、2、1。4万4，来，小程序的朋友出到了4万4，来4万4，我们再加一口，朋友们，4万4，倒计时5秒，快速考虑，快速应价，5、4、3、2、1，4万4，恭喜您。来下一件，明崇祯，青花罗汉纹筒炉。崇祯的话是这样，崇祯的话是咱们这个明代的这个最后一朝了。从崇祯的这个瓷器相对来说，它就是会更少一些。是的，尺寸11厘米。对，然后呢，这个罗汉的寓意就是与世无争、六根清净，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贪念跟意念。然后呢，它有一个这种生活简单快乐。这些都是比较官方的话。其实罗汉的话，它也算是这种信仰的这种道教。其实我看到这个就是您说的升腾云嘛。然后这个的话，咱们有也有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展现的一个画片叫《三酸图》，我不知道这个陈佩尔知不知道？这个还真不知道。三酸图就是3个人围着一个缸，那缸里都是醋，3个人去尝这个醋。这是谁呀？分别是这个佛印、王羲之，还有这个应该是老子。然后佛呢尝这醋，他说是苦的，因为这个佛家觉得众生皆苦。然后呢，这个文人呢，儒家思想嘛，然后呢，这个儒家他吃是酸的，因为文人酸腐。但是道家呢，道家一吃这醋，他说是甜的啊，就是说不孝不以为道。道家看世间万物全都是甜的，全都是美好的。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说去五台山哪儿修道的人其实越来越多？其实大家都是奔着开心而去，远离凡尘。而且道教思想的话，它怎么说呢？更直接吧，更明了一些啊，更直接更明了一些。但是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各位藏家可以咱们就是听一听，互相学习。是的。这上面的这3个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我觉得算是甜吧。刚才我讲的甜的一种体现。因为这是没有。
对，咱们可以道家看的元素，对，所以是天可以看这3位尊者啊，这3位尊者，你看形态各异，都在笑，是有的正坐，有的侧坐，对，都很开心，都很开心。这确实是22000小程序的朋友给到了22000，还有没有朋友？文化赋予他们的这个心态就是不一样的。连拍的朋友，全没品。微拍堂的朋友吗？一点的朋友，23000，23000，全没品。对，全没品。24000小程序的朋友24000，青花罗汉纹筒炉啊，我们是11厘米的，大家可以看到每个罗汉它们的这个形态也可以25000小程序25000，现在25000还有没有？还有很大的空间，26000，26000。不知道有没有藏友们对道家文化比较有研究？如果有的话，我建议可以拍回去啊。对，看看咱们这个升腾云，再看看这些罗汉们。这个27000，对，香炉嘛，筒炉，燃香这。28000小程序的朋友28000，来，我们直接再加一大口，各位朋友们。对，这里面可以燃香粉啊。是的，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也都焚香。对，然后这面燃着香，这面看着《道德经》这就非常的画面感出来了啊。嗯、好，现在28000还有吗？我们可以再加28000，5秒倒计时，快速考虑喽。29000小程序的朋友给到29000，再加一口吧，再加一口，29000。微拍堂那边的客人还有没有再要加的？连拍的客人有没有要加的？3万小程序的朋友加到了3万，好，3万马上进入到倒计时环节了。青花罗汉纹筒炉啊，来倒计时5秒，5、4、3、2、1，好，3万，感谢，恭喜。下一件，下点重器，是经康熙年间的青花开光人物故事板岩缸啊，23厘米。对，此缸呢，它不是大缸啊，这属于一个袖珍缸啊。袖珍。这个缸啊，咱们对这个导播老师放这画片非常对。看这画片，刚开始我认为是西之爱鹅，但是他抱的这个宠物呢，他抱的这个动物啊，它没有这个奔儿喽，所以呢，我看它是只鸭子。但是这个鸭子，咱们可以在历史上去查啊，鸭子是什么意思？鸭子的寓意就是鸭子的谐音是甲，那甲呢，在咱们的这个古代科考里边呢，它就是状元啊，状元的意思，头一等的意思啊。45000，好的。所以他朋友45000抱着这个鸭子呢来拜见当朝大人，就当朝的大贤啊，他就要求一个这个推荐，然后要名扬天下的这么一个意思。他所以说这个画片其实它总体来说有2个意思，一是西之爱鹅，一个是这个要夺取功名的这么一个意思，哪个都可以啊。这个其实这种感觉的瓷器是特别有意思的啊，大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知识。后面这就是咱们简单讲，后面这应该就是绶带鸟啊。绶带鸟的话，就是说，比如之前的咱们这些官员，他的这个官服上的一个装饰品啊，它的意思也是非常吉祥寓意、连升3级的这么一个意思。是的，绶带鸟的旁边都是一些吉祥的花卉啊，团团围住。鸟是什么鸟呢？绶带鸟。绶带鸟。对，刚才讲的绶带鸟。然后呢，这个双开光，两边开光。两边开光。是的，看有没有朋友喜欢的可以来给出价了。而且前价45000啊。对，而且从形状上讲呢，它叫板岩缸啊，板岩缸就是康熙当时的这么一个非常典型的缸的口的这么一个形状的特点。再往后的话，它就会变成卷岩缸，就是它是那种往外翻着点卷的那种。然后底下也是5款。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有没有就是在仕途上面有追求的朋友，然后可以把它送给您的领导，暗示他。对，可以。就是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暗示他。对，46000。而且画片的话是非常具。微拍堂的朋友。非常具象，2面。来，46000还有吗？正面看47000小程序的朋友47000。正面看完了看背面啊。是的。然后还是刚才咱们讲的，这是康熙风格。康熙风格就不多说了，咱们就一缸两看。对，咱们就一缸两看。这个词儿我第一次听，但是朗朗上口啊。48000，微拍堂朋友48000。像其他的客人们，比如说小程序的、连拍的、微拍全球的，还有没有再加的？49000小程序的朋友加到了49000啊，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口。49000。对，然后绶带鸟这个寿字啊，它还有这个，它肯定还是有长寿的这么一个意思，对吧？它既是有这个福禄寿的禄的意思，也有这个长寿的意思。对，寓意也非常的好。寓意双寓意。好，现在是49000，当前出价49000，马上进入5秒倒计时，快速考虑，快速应价，来5、4、3、2、1。好，49000，恭喜您。来，我们看下一件。下一件又是一件重器。清嘉庆年间的青花玉题诗文海棠盘。16厘米啊，也是有款的。大清嘉庆年制，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漂亮。然后这是一个海棠，有一首诗，对，有一首诗。然后这首诗的话，咱们可以导播放一下它那个诗的那个特写啊，对，我们看一下可能是有照片，因为这首诗的话，咱们在各个的这个88000，好的。对，就这张照片啊。这首诗呢，咱们可能是在各个的，比如茶楼啊，在哪儿的话，他都会看到这首诗。但是这首诗它的后面，它后面有这么几句啊，咱们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就是说。还有一个，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大家先可以欣赏一下这首诗。对，它是嘉庆啊，嘉庆丁巳小春月。9万微拍堂的朋友。嘉庆丁巳小春月，中焕御制啊，这里面的信息就是可以看到，这首诗是作于1797年，也就是嘉庆的第2年。然后中焕御制就是中焕，其实古代它每个月就是上寰、中寰、下寰，休业这3次，它是在中途休业的时候做的这首诗。92000。然后呢，这首诗后面的话是嘉庆的印，是元嘉方庆的这个印啊。然后海棠盘这个非常的雅。
海棠盘的这个形状，海棠花也叫相思花啊，对这种这个过去啊以及未来的这么一种思念，而且里面嘉庆其实跟乾隆还挨着，对吧？乾隆的话不是当过几年太上皇，然后乾隆的很多的这种思路啊，包括他乾隆对美的这个看法，对这个嘉庆皇帝其实影响是非常多的。然后这个盘呢，还有一个就挺关键的地儿，就是它底下的这支钉梢，一般青花其实支钉梢不多，但是这种海棠盘必须得用支钉梢，因为你要不用支钉的话，它特容易塌底啊。然后像这种盘呢，像粉彩的、青花的都有，但是像咱们这件呢，又是一件全美品。在这种盘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个底座啊。它是有一个整块木掏的这么红酸枝，这红酸枝还是小叶紫檀，就是硬木底座。94000微拍堂94000，红木底座。好，小程序的朋友给到96000，来继续大口加价，96000了。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官窑瓷器。是的，官窑瓷器，大家一定要大口加价。98000，连拍的朋友98000，这是咱们这场的一件非常重要的重器。来，我们再加一口，各位朋友们，现在目前出价是98000。对，而且从细节上看，这件瓷器的话，它底下并不是平底啊，它是有4个初级啊，初级的底。这样从形式上讲的话，它就更正式、更隆重。好，现在98000，我们的这个嘉庆年间的青花玉题诗文海棠盘98000，还有没有再加一口的？马上进入到倒计时环节了，各位朋友们。对，然后其实里面的诗文啊，这个诗比较长，我就不把它全念了。里面有一句的话叫这个鱼蟹眼徐阳啊，其实古人的话，他是非常的切合自然的去写这些诗句啊。其实他这个鱼蟹眼，比如像蟹眼、鱼眼这些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比较这个贴近自然的这些形状，其实它就是展现水开与不开的这么一个感觉。如果水大开的时候，它就是鱼眼，因为它气味比较大；蟹眼的时候就是半开不开，然后把它跟茶汤所结合，这些事儿就感觉是非常之雅。是的，现在目前我们98000还有没有再加的？没有加的，我们就进入到倒计时了。来，5、4、3、2、10万。好，小程序的朋友给到10万，10万还有吗？来10万，倒计时5、4、3、10万1，连拍的朋友给到了10万1，来10万1还可以再加10万1， 10万什么？10万05000。10万05000。好，10万05000，还有吗？来，马上倒计时了。5、4，好，11万。来，倒计时5秒，5、4、3、2，好，11万5。快速考虑，快速应价，连拍的朋友给到了11万5。倒计时5秒，11万5。5、4、3、2、1。12万，来小程序的朋友12万，12万，来我们再快一点，各位藏友们12万，倒计时5秒，快速考虑，快速应价。对，这咱们可以一万一万出啊。是4、3、2、1，好的，谢谢。12万，来我们下一件，清光绪年间的窑变釉冠耳瓶，30厘米，也是有款的，大清光绪年制。对，这种这个真大呀，这也是大器啊。这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高30厘米啊，高30厘米，对，这也比咱们想象中的要大一些，因为它比较宽。这种器型其实最早是高宗皇帝啊，高宗皇帝好古成癖啊，他这个对这个冠耳瓶的这个喜爱呢就非常非常的深厚。后来咱们这御窑厂也烧造了这个大量的这样的冠耳瓶了。然后它这冠耳瓶呢，它这个口